如果你正在计划去美国的国家公园，发现热门榜上的公园很多，不知道该选哪些国家公园，对于不同的风景呢，都该怎么玩？那看完我这期视频呢，我可以帮你快速的找到最适合你的国家公园。因为我在去过30个美国国家公园之后呢，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选对适合你的国家公园，比盲目的跟风更重要。所以这期视频呢，我会用自己的真实体验，把我去过的这些国家公园按风景和玩法分成几大类，这样你会知道哪一类更适合第一次来的朋友，哪一类更适合深度探索的朋友。最后就是再说一下关于最新2026年国家公园门票大涨价的一个新政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首先说明一下，以下的所有观点呢，都是我个人非常主观的体验分享。那每个人的偏好都不一样，如果你有不同的体验和观点，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友好讨论。那在开始正式分类之前呢，我想说3个我自己踩过的坑。第一个就是最开始不了解国家公园的时候，我会把国家公园的风景呢都想成是同一类的风景。其实大自然呢，不只是美丽这一种景观。那第二个呢，就是不看官网最新的信息就直接出发，因为官网上是有很多预约信息、最新公告和道路实况非常重要的信息，需要我们提前了解。那第3个呢，就是行程排得太满，其实这样反而到哪儿都没有真正的玩好。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不要踩我刚才讲的3个坑。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国家公园的分类。其实从美国整个地图来看，东部的地势是相对比较平缓，因为城市发展呢是比西部早，所以东部是更偏人文城市旅行。而西部的地貌呢是非常的丰富，大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公园基本都是集中在西部。那如果你要是按照热门榜单上一个个在地图上找呢，可能会越看越混乱。所以我把它们按照地理线路和风景类型分为以下4个类。那第一类呢，就我称之为最壮观的一类国家公园，也是我之前视频介绍过的，从拉斯维加斯出发的一条西南大环线。那这条线路上呢，如果你完整走一圈，是至少要10天左右。景观主要就是峡谷、岩壁和荒野。一圈看下来，很多人会说有审美疲劳，就是因为它整个都属于同一类的风景，只是每个国家公园的看点呢都不太一样。那这条线路上真正的重头戏是大峡谷国家公园。我个人认为呢，它是我去过国家公园里面最壮观的存在，非常适合第一次接触国家公园的朋友。就是你不需要徒步就能看到科罗拉多河经过亿万年切割形成的地球裂痕，那种震撼程度真的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那这条线路上其他的就是犹他州的5大国家公园。首先就是 Zion 西安国家公园，它其实是更适合喜欢硬核户外徒步的朋友，因为有一条水路是走在河里面，然后一条是非常陡峭的山路 Angels Landing。 我就是在走天使降临这条线路的时候，第一次在镜头前哭出来但是这条线呢是需要你提前抽签预约的。然后犹他州第2个国家公园就是 Bryce Canyon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它是很适合轻松打卡式游玩，因为停车观景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奇特的石柱群，尤其是日出日落时分的糊涂的颜色是非常的梦幻的。然后继续往前走就是圆顶礁国家公园 Capitol Reef， 这里呢就是也是不怎么需要徒步，你就开一条公园里的公路自驾，就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多层岩壁景观，这一种被称为地球褶皱的地貌。而且这条公路呢也是本身是不需要买门票的，它周围也有很多越野线路、网红景点可以深入探索。最后就是西南环线上最远的2个国家公园，拱门和峡谷地国家公园。拱门我去过之后，就是我觉得我之前真的是低估它了。公园里有2000多座自然形成的拱门，而且你会感觉到它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倒下一样。就鬼斧神工这个词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用的真的是太多次了。
如果你要是想走它最有名的精致拱门，是需要预留出2到3个小时的徒步时间，因为要爬一个全程暴晒的大上坡。我当时就是因为低估了这条线路的徒步难度，然后把脚给崴了。但其实你去拱门国家公园不徒步的话，只是自驾，也可以看到非常多各种造型的拱门。那最后呢，就是峡谷地国家公园，属于拱门国家公园的买一赠一。结果你去了后就发现，它是最能代表美国西部狂野的那种感觉，就是一望无际的原野，非常的纯粹。玩法呢，也可以是停车观景，你也可以下去走一条越野线路。所以这第一大类非常壮观的国家公园，我是比较推荐给第一次来美国国家公园的朋友，喜欢那种原始大气的风景，也比较喜欢自驾体验的朋友。那第二类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我称之为最热门的一类国家公园。但我想在这里说一句自己的观点，就是最热门它并不等于景观最美。它的热门可能大多数是来源于它的名气，就比如说是华阳明州的黄石国家公园，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有各种地热现象、彩色的池子、热泉、喷泉和峡谷都是非常有辨识度的景观。但是它的游客呢，也属于是最多的地方。我上一次去是赶上了美国国庆节7月4号那个假期人最多的时候去的。所以体验感呢，就会因为人多而明显的下降。黄石我觉得它是那一种此生必去，但是去一次就够了的地方。而它旁边的大提顿国家公园呢，反而会惊艳到顺路来看黄石的游客。很多人会说，提顿山脉和地貌呢特别像新疆，所以你这趟旅程是为了去黄石，记得一定要给大提顿多留一些时间，让他来帮忙净化一下从黄石带来的那种游客浮躁感。还有一个热门国家公园呢，就是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因为它主景区山谷呢是非常的狭窄，旺季前来是需要预约的。对于轻松打卡的游客来讲呢，它的看点就是整个山谷像山水画一样的秀丽，看着瀑布从700多米高的悬崖上坠落，和各种形状的花岗岩巨石。那里的徒步其实都是属于困难级别的，因为需要你走在两侧的这种峭壁之上。它距离旧金山有4个小时的车程，所以经常被湾区的朋友称为他们的后花园，属于一年四季都有看点的地方。那这一类最热门的国家公园呢，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愿意为名气买单的游客。但如果你特别想清静和沉浸式的体验呢，这些地方可能并不是你最理想的国家公园。那第三类呢，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类，我把它归为最有特色的国家公园。其实加州有特色的国家公园非常多，就比如红山国家公园 Sequoia 美洲巨山，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树种，就是当你走在2-3千年玉树森林里面，会真切地感受到人类是非常的渺小。冬天呢，也可以看雪中的巨型圣诞树。它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呢是在一起管理的，就是可以顺路去峡谷中轻松自驾一圈，或是进到里面的一沟溶洞看一看。那加州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公园，就是死亡谷。它最佳的游览季节是非常反常的，是在冬天，因为夏天那里的气温能达到50多摄氏度。因为它是一个在海拔-86米的一个盆地，所以冬天来呢是比较温和。它的地貌有沙丘，有盐碱盆地，属于很空旷荒芜的那种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的西部拓荒者有人没有从里面走出来，而把它叫做死亡谷的原因。那加州最南边呢，还有一个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是很有特色的，因为这个约书亚树这个树种是指在那一片莫哈韦沙漠有，而且是由于全球气候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约书亚树有可能是最后一代。在各种奇树怪石之间露营呢，特别有一种迷失在沙漠乐园的一种感觉。说完加州最南边，那加州最北边也有一个红木国家公园，叫 Redwood 海岸红杉，是世界上最高的树种。
世界上最高的树和最大的树都是在加州。刚刚我们说的叫 Sequoia 美洲巨杉是比较属于粗壮，而海岸红杉 Redwood 是高瘦。但其实从我们人类这种蚂蚁般的视角看，这种上千年的古树就都是很高大，走在其中遮云蔽日的迷失在原始巨树森林的感觉真的很奇妙。加州说完，我们往北就是俄勒冈州的火山口湖国家公园。火山口湖呢，也是俄勒冈唯一的国家公园。它原来是一座火山，现在是美国最深的湖泊，有594米深。除了湖水最深是它的特色以外呢，它的湖水深蓝色也是非常的纯净漂亮，就肉眼看上去就像加了滤镜一样，是非常不真实的宝石蓝色，比较适合人们绕着湖一圈自驾拍照，非常的出片。那继续往北呢，有特色的国家公园就是在西雅图附近了，比如说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它曾经也是一座火山，山顶是常年的积雪，可以在山脚下轻松的打卡，也可以徒步上山，感受高山野花田园的氛围。但其实说起来，高山草甸有特色的还是属于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它在美加的边境，而且周围没有什么其他太热门的景点，属于单独要去一趟的偏远地区，所以不太容易过去，也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但是你一旦去了，就一定是不虚此行。它虽然叫冰川国家公园，但其实如果你要是不徒步的话，是没有办法近距离看到冰川的，因为它主要是以北美瑞士这种纯净的山水风景著称。如果真的想去看冰川的话，还是去阿拉斯加比较好，估计这也是我下一步的旅行计划。所以呢，这第3类有特色的国家公园，我是更推荐给已经去过1、2次国家公园，想开始追求差异化体验的朋友。如果说我们前面说的最壮观、最热门、最有特色这3大类都属于第1梯队的国家公园，那接下来就是当你时间充裕可以再去的第2梯队国家公园。就比如西雅图附近，刚刚我们说到还有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有高山、海岸、温带雨林，比较适合轻松自驾游的朋友。在西雅图北边呢，也有一个北瀑布国家公园，可以停车观景，看翡翠颜色的湖水，也可以在这里中长距离徒步。其实西雅图是一个户外爱好者非常集中的一个地区，它周围的这3个国家公园都是非常的热门，露营地什么的都是需要提前预定。还有一个适合顺路前往的就是加州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它也是各种地热现象，被称为小黄石。那喜欢徒步的朋友呢，也可以去走一条爬上火山口的线路。那西南地区我们刚才讲了一个环线，都属于第1梯队。那第2梯队的国家公园呢，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巨人柱国家公园 Saguaro， 能看到长到20多米高的巨型仙人掌，可以从凤凰城开车过去，就是记得不要在最热的时间前来。那里呢，基本也不怎么需要徒步，开车在里面转一圈就可以了。我是在秋天的时候去沙漠仙人掌的露营地露营过一次，特别有西南沙漠热情的那种感觉。那西南地区就还有新墨西哥州，其中最出片的就是白沙国家公园，它也是近几年才归进国家公园系统的。沙丘是那种纯白色的沙子，非常的漂亮。但其实真实的体验就是那里一刮风就是白色的沙尘暴，属于精装的朋友圈毛坯的体验感的地方。那新墨西哥州呢，我还去了 Carlsbad， 一个洞穴国家公园，它是沙漠地下的一个巨大洞穴，可以看各种形状的钟乳石。之后呢，我还顺路去了德州的 Guadalupe 国家公园，算是我去过国家公园里难得不太推荐的地方。因为整个公园呢，它就是属于只给沙漠高山徒步爱好者准备的，自驾游的朋友过去可能就只能看到一座有点普通的山头。我们说完西南地区，还有中部的科罗拉多州，
其中落基山国家公园呢是整个西部的一个门户，也很热门，所以进门呢是需要预定的。景色是有一点像国内的九寨沟，可以自驾打卡，也可以短距离的徒步，算是比较典型的高山森林的景区。那科罗拉多州呢还有一个黑峡谷国家公园，比较小众，但其实这个峡谷的震撼程度呢完全不逊色于大峡谷。它之所以叫黑峡谷，是因为它的峭壁非常的陡峭垂直狭窄，以至于每天只有33分钟的阳光可以直射到谷底，所以显得两侧的峡谷峭壁非常的黑暗系，所以叫黑峡谷。那科罗拉多州呢还有一个可以看到古代美洲原住民悬崖遗址的地方，叫 Mesa Verde 国家公园。因为它是比较靠近新墨西哥州的边界，我是在自驾新墨西哥州的旅程的时候顺路去的。那最后呢，就是东部的国家公园，最热门的就是处于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交汇的大雾山国家公园。因为它常年有烟雾缭绕，所以叫大雾山，也可以翻译为大烟山。风景呢，就是怎么说，有一点一般。但你能相信它居然是全美国家公园游客最多的国家公园吗？因为就是整个东部都没有什么国家公园，而且人口又很多，大家都没有什么地方去，它四周的游客就都去那儿。所以说从访客数量来讲呢， Great Smoky Mountain 就是游客最多的国家公园，比较适合周边的朋友自驾休闲前往。还有就是中部芝加哥附近的印第安纳沙丘国家公园，它以前是州立国家公园，好像是因为中部的国家公园太少了，所以后来它把州立公园中的一部分地区归为了国家公园，但还是保留了一部分需要额外付费的州立公园部分，很适合夏天，去到像是在海边一样的密西根湖边休闲放松。那最后就是东南角的干龟岛国家公园，是需要买票上岛的。岛呢是比较小，比较适合潜水的朋友。那这一类第二梯队的国家公园呢，是比较适合已经看过了第一梯队，想慢慢深入探索某个区域，或正好自驾经过那里的朋友。好啦，以上就是我把去过的这30个国家公园分为4个类别，都是一些个人的体验。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国家公园的玩法和新政策的部分。我感觉美国的国家公园整个系统管理是非常的完善和游客友好的，而且保护的呢也是尽量的贴近原始自然。就比如说在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内呢都是不可以飞无人机的，就如果你在网上看到有无人机的素材，如果不是官方的素材的话，基本都是违法的飞行，除非你飞在国家公园范围之外的区域。那它管理比较完善，还体现在每一个国家公园的官网的界面都是非常的统一，有景点的介绍，有住宿及进门的预约，徒步线路的具体介绍和实时路况非常重要的信息。他们不仅网站统一，而且纸质的地图也是非常的统一。还有这本可以收集国家公园盖章的护照本，连它里面的就是每个区域的盖章颜色都是相对比较统一的。所以当你玩会了一个国家公园之后呢，基本上其他国家公园都是触类旁通，非常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对每一个景点的单独学习成本。那最后呢，就是2026年新出台的关于国家公园门票大涨价的一个问题。我估计应该是国家公园近几十年来最有争议的一个决策。就是你以前呢买一张这种80元的年票，就可以在12个月内玩完所有63个国家公园。对，我买的时候还是62个，以及400多个国家自然纪念区。如果不买年票呢，一个国家公园一辆车大概也是35美元左右，还有更便宜的，甚至不要门票的。现在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呢，对于美国居民来说，这张年卡还是80美元，
但是对于非居民来讲，这张年票就变成了$250。而且外国人如果想去11个热门国家公园的话呢，每人还要加收$100。所以你要算一下，如果你的车上有美国非居民的话，是买$200的年票合适呢，还是说买门票再加上每个人加收$100合适？其实就是不管你怎么去算这笔账，它背后引发的问题往往不是这么简单。那首先就是如何证明你是美国居民呢？是像以前一样只需要出示驾照证明你是居民就行呢，还是必须携带绿卡或者是公民身份来证明呢？那如果要是严格的必须是绿卡或者是美国公民才算是居民享受正常的票价，那其实在国家公园大部分的游客还是以美国当地人为主，他们根本就没有说携带除护照以外身份证明的习惯，所以就会引发下一个问题，国家公园的管理上就会莫名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因为之前川普就已经砍了很多国家公园的拨款，然后又裁撤了一些工作人员，导致了国家公园去年就大罢工过一段时间。那现在2026年新政策的一个实施，还有让很多本身就在排队进园的入门口就是排队时间更长，最后就导致了很多人开开心心来游玩的游客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所以以目前现在1月份的状况来讲，我还看到的是有的国家公园进门呢，还只是出具驾照就可以证明你是居民，享受正常的价位。有的朋友呢也被加收了$100。每个国家公园每个入口每个工作人员可能还会因情况而定。所以呢，现在让子弹飞一会儿，看看接下来有没有什么一些改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25年12月份赶快买了一张能用12个月的旧版年票，因为和大部分的网友想的一样，我不想2026年新买的一张门票，这么漂亮的自然景观被换成了某个人的头像。好了，对新政策的一个吐槽就先到这儿了。总而言之呢，除了近期这些人为干扰的政策外呢，美国的国家公园还是一个可以很好的领略各种神奇地貌的地方，可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也是自驾美国西部的主要目的地。那如果你也有在国家公园不同的体验以及想了解的其他内容，可以留言，我们一起讨论。那下期视频呢，估计就是我去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粉丝见面的行程了。那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